上一次的内容，截止到目前，我们已经创建完了这个预埋件所必须的两部分内容，一个是上面的钢板，另一个就是下面这个铆固筋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预埋钢板，这是我们的铆固筋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个铆固筋载入到我们的钢板当中去。这里有一个载入到项目，我们点击这里，就载进来了。但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找到参照平面，这里有一个创建，这有个构件，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，点击构件就它自己就导进来了。这是我们找到它的定位点，定位在这里。大家三维看一下，退出一下，我们把它旋转一下，这个。再找到参照标杆，选择以后我们旋转一下，找到旋转的中心点，再看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参数关联，把这个铆固筋和这个钢板连接在一起。我们选择这个铆筋，这里面找到铆筋的参数。这里有个板后，我们这里关联参数，这个板后和这个板后是一致，和我们这个钢板的板后是一致的。我们选择这个，直接选择这个钢板的板后就可以了。我们点击确定，应用，确定，大家看一下，没有很好的连接在一起。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创建这个铆筋的时候，上面这个端点没有锁定。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铆筋的组文件当中，点击这里编辑组，我们找到选择它以后，选择这铆筋以后，我们编辑放样，绘制路径，这我们找到前立面，大家看一下，左前立面也可以。这时候我们把这放样线选中以后向上移动，移动这个线，应该不是前，应该是右，这里啊，向上移动，移动到这里端点，这时候我们对齐一下，这里对齐一下，锁定。这时候我们看一下，调整一下它的厚度，板厚，比如这里改成50怎么样？看动，它是联动的，没问题。应用，确定。这时候我们再把它勾选完成，再勾选，我们再载入到项目当中，覆盖现有版本及其参数，勾选一下，这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。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，调整一下它参数。板后，看看它的板后，改成25，没有问题，联动的啊。我们再回到参照标杆，再做其他5个这铆筋。我们首先把这个锁定一下啊，对齐，锁定，锁定。这时候我们看一下，把这铆筋的脚部定位我们改成50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50？看没问题，确定。退出以后，我们选中这铆筋，复制几个，找到中心点。好，退出以后，把这3个都选中，镜像一下 ，MM 也可以。这我们把它锁定，先锁定这上面，对齐。
是一样。转到三维视图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调整一下它的相关参数。这还不是，这是我们把它关联一下啊。这是我们退出以后，我们再选中这铆金，还有2个参数没关联上，一共还有3个参数吧，包括材质。这个选中这铆金以后啊，把这个半径、铆金的半径的参数也得关联上，都汇总到这钢板的这个参数面板当中来啊。关联一下，重新创建一个新的名称。铆金半径，确定，确定。这里有铆金长度也关联上，新建一个铆金长度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参数还得关联是材质，因为这里我们再看，它的参数的控制面板都在这里，都汇总到这一个表里了。但是这里面钢板材质、铆金材质还没汇总进来，我们把铆金的材质汇总过来。选中这铆金，这里。还不是那个铆金的材质，我们这组文件当中没设定，我们再回去啊，再回到这里，回到我们组文件当中来，就是这个铆金的组文件，我们选中它以后吧，在这里我们要关联一下啊，这里重新创建一个材质，从这先在这个铆金的组文件当中创建一个铆金材质这个参数。确定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再载入到项目，覆盖现有版本及参数。这时候我们再来选中它以后，这里就有看铆金材质，我们再关联进来，铆金材质，确定，应用确定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参数都汇总到这一个表里了。我们调整一下看一下，25，宽度250，350，30，半径10，可以，11的，看看，450，应用，确定。我们这铆件创建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把这铆件载入到我们项目当中来。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项目文件，就是我们需要的安放铆件这个项目。这打开项目，这里我们有一个拉模结构的车棚，我们打开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这个车棚。铆件要放在哪？放在这工字钢的下面，也就是立柱的下面，放在这上。我们转到一层平面上来，看得更清楚。把临时隐藏一下，把车棚顶。这样我们找到我们的预埋钢板，看一下，然后我们载入到项目。这是勾选拉模结构啊，勾选，确定。这是我们放在这里。好，退出以后我们对齐一下 ，AL 中心对齐。我们看一下3维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铆件。再对齐到这个墙边，就是
砖垛的边儿，把高度对齐一下。推出以后，我们稍微高一些，买件儿，稍微高些，选择负的42，确定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我们预埋件就安装好了。接着我们再复制到其他3个上面，我们项目就完成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